6年前，穿越成纣王，我励精图治，推行农业，开凿运河，密造火药，以为能打造一个四海宾服的千古盛世。可半年前，文太师与黄将军的神迹彻底打碎了我的幻想。这里不是商朝，这里居然是封神。神仙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天命早已注定的封神，而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大王，齐水与北海急报。讲。齐水河神勾结当地官吏，假借祭祀之名向百姓征收重税，甚至每年都要活人献祭，吞食童男童女。我朝派去修建水利造福渔民的工匠，尽数被那河神以惊扰神驾为由，用洪水卷走，尸骨无存。好一个河神！使我大伤俸禄，想我万民香火，却反过来残害孤的子民。大王，更紧急的是北海。镇守北海的72路诸侯袁福通勾结了一个白衣童子，密谋反叛。我们安插在北海的暗网探子已全部失联，传回的最后消息是全员殒命。又是神仙，够了，我受够了。孤是人王，不是天庭的傀儡。什么天命，什么定数？为什么人王不能修炼，孤要修仙？若是天要亡我大商，便逆了这天；若是神要毁我子民，便斩了这神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太古地狱？这就是我的金手指吗？弘毅，阳神世界那个义子。新来的牢头，孤乃大商之主，李希，此处是何处？你又是何人？牢头就是牢头，何必问那么多？你能否助我消弭这身杀劫，让我出去？孤只听太师文仲提过，弑金劫数破解之法有3：其一，斩杀与你相同劫数之人，因果抵消；其二，自斩道行，兵界重修，洗去一身因果；其三，寻一替身，代你受戒。我身陷囹圄，出都出不去。这3法于我而言，不过是画笔充饥。不过这3个办法虽对我没用，却给了我一些灵感。罪人弘毅杀劫消弭1%，可随机抽取其能力一项。这么多，过去弥陀经，现在如来经，未来无生经，竟然是诸天生死轮，是无上的肉身神通。我竟然突破了，直接从一个凡人踏入炼髓大宗师的境界。那白衣童子就是西方教的白莲童子，两极一致，他们已经对我动手了，但我可不会坐以待毙。传旨杜元喜，一旦袁福通起兵，立刻让他去西岐，让西伯侯姬昌率军去北海平叛。让姬昌领兵？西岐与北海相隔那么远，大王这是何意？姬昌，西方教，就让孤看看你们这些算计天下的神仙，面对一个不信天命的人王，能奈我何？再传旨，将齐水河畔所有参与活人献祭的巫祝、族老全部给孤拿下，投入齐水，并让那河神3日之内前来朝歌，受首伏诛。大王，万万不可呀！此举无异于向河神宣战。那河神乃是天庭在侧正神，杀之恐遭天谴，降下天灾呀！丞相，你抬头看看，我大商风调雨顺，靠的是天庭还是神明？孤推行水利，正是要摆脱对这些所谓神仙的依赖。他想我人族香火，却残害我人族子民。
此身不诛，天理何在？大王三思，这是公然挑衅天庭，恐会触怒玉帝呀！在人族境内斩杀祸害人族的恶神，何须看那玉帝的脸色？我大商不养贤神，更不养恶神。故意一决，宣太师文仲觐见。臣文仲参见大王。太师平身。齐水河神作乱，残害百姓，你可知其本体为何物？臣曾听西海龙族提起，那齐水河神本体乃是一头上古异种，名为九头羽虫，有几分西海龙族血脉，已入人仙之境。很好，与姑所料不差。太师，命你即刻点齐3000飞虎军，3日后准备斩神。臣遵旨。听说了吗？大王要亲征齐水，去斩那吃人的河神。敬上，那可是天庭正神，扔了神仙，今年怕是颗粒无收啊！哼，怕什么？大王推广的水车名曲，自家没用。以前求神拜佛，该旱不还是旱？如今靠自己，照样瓜改良田。说的是，有大王在，我们人族何须看那些神灵的脸色？孤的子民们，将士们，自三皇五帝，我人族于洪荒立足，繁衍至今，然神灵高居9天，视我人族为蝼蚁，随意所取，动辄生杀。他降我人族香火，却使我人族少女，此等恶神，留他何用？今日孤便让这满天神佛看看，在这大商疆域之内，是天命大，还是王法大？是神意大，还是民意大？大王圣明，斩神！斩神！出发！大王，此地妖气冲天，恐有恶战，请大王驾驭老臣的莫麒麟暂退10里，以策万全。无妨，太师尽管施为，孤在此为大军略阵。齐水妖孽，人王驾到，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！文仲，你身为截教仙人，竟甘为一介凡人驱使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全军戒备，列阵！帝辛，本神乃天庭御笔钦点的齐水正神，在此庇佑一方，你为何带兵扰我清修？区人王，自身都难逃轮回，还妄想学三皇五帝御天争命？你可知人王为何不能修行？只因圣人早已断了你的路，你若执迷不悟，必被圣人拘了魂魄，打入九幽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圣人断了神王的路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不能修炼，还好我有太古地狱。太师，留个活口，孤有些事要亲自问他。孽畜，住口！虎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降我大商香火，却行妖魔之事，残害百姓。今日老夫便先斩你妖身，再问你罪孽。文仲，
你也是人仙，敢在神庙前和本神动手？吾为九头神鸟，乃是天庭在侧的神灵，七水的水族啊，把他们赶走！已经稳中出手，我肉体凡胎感受不到其中的恐怖，现在修炼了诸天生死轮，已踏入修行之道，再看得出手，才能感受到神人的可怕。举手投足间，方圆数千里的灵气随他驱使，诸天生死轮修炼到人仙层次，也能有这种威力，甚至比文中更强。我估计现在只能打几个水怪，和仙界差的还很远。哼，香火小道也敢在玄门正统面前张狂！老夫可是托孤太师，截教正统，岂容你放肆！蛟龙，仙境的蛟龙，你竟然把蛟龙炼制成了法宝，你不过是截教弃徒！哼，区区鬼车罢了，也敢对人王不敬，截教底蕴，岂是尔等低级神灵所能揣测？文昭，你不得杀我！吾乃九头神鸟，天庭在侧神灵。难怪文中底气十足，原来他手中那2柄金鞭，每一柄都是一头地心境的蛟龙。大教弟子当真是财大气粗。文昭，你不能杀我！吾是天庭在侧神灵。天庭的神和草芥何异？杀了又如何？你若是玄门弟子，老夫还有所顾虑。不过大王有令，留你一命，还不束手就擒？痴心妄想！孽畜，找死！蠢货！大王有国运护体，尔等毛神也敢近身？大王赎罪，老臣未能活捉此妖元神。这就是国运之力吗？修行之后，连国运也能看到了。杀！都斩了吧。神被杀了，河神死了，我们的土地向谁祈求风调雨顺呢？这是我杀的第一个登基在册的神灵，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吾乃地心大商的王，闻七水有河神作孽，吞噬我人族百姓，特来斩之。这些神灵享受你们的供奉，却把你们当牲口，说吃就吃。这种神不该斩吗？我们是人族，是这片大地上最勤劳的种族。你们春耕秋收，一年四季都在为了生计奔波，还要时刻担心被他们吃掉。你们甘心吗？故意推行水车，灵曲、陆炉可以引其水，灌溉1000万亩土地。我们自己能掌握水利，还需要卑微的去求助这些食人神灵吗？是啊，
我们自己能灌溉土地，还要祈求这些吃人的神吗？不需要。大王圣明！大王圣明！大王越来越有帝王的威严了。这就是气运吗？河神被斩，信仰他的人族所拥有的气运被释放了。哼，这些天庭神差果然是蛀虫。人族气运上涨，封神变数已经出现了。大王，您励精图治，隐忍多年，终于开始拔剑反抗了吗？先帝放心，老臣就算身陨道消，也会为大商截取一线生机，以报您知遇之恩。太师，孤有一事需你直言。大王请说。孤想问，关于三皇五帝的秘辛，神王不能修行，又是谁的规矩？臣也曾问过师尊，但凡涉及相关内容，人族都会被认知屏蔽，即便被告知，也会瞬间遗忘。就连我多次请教师尊都无果呀。原来如此，圣人的力量已经渗透到了这种地步，不仅限制人王修行，甚至能直接修改整个人族的认知。这封神亮劫比我想象的还要凶险万倍。孤知道了，此事暂且不提，下去吧。溪水的9头神鸟，好霸道的刑具。原来如此，凡是被我亲手斩杀的修行者，气元神都会被这地狱自动收押，等候判决。封神亮劫，无数神仙将要应劫，若能将他们尽数斩杀，收入地狱，岂不是能组建一支只属于我的神魔大军？渎职，身为奇水河神，做事无助可以活人献祭，淹死我人族百姓，虽未亲手食人，罪同帮凶。我没吃人，那是诛无献祭，他们把人推下水，让水淹死，我没有动手。我曾见过一个被献祭的女子和她的亲人去说她逃婚，亲手把她打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不愿插手人族之事。既知有错，便须赎罪。签了他，你尚有一线生机。从今日起，赐你名为凤九，判处永久监禁，接受劳动改造。故任命你为地狱狱卒，负责为囚犯送饭，打扫牢房。我化刑了。跟孤来，熟悉一下你的工作环境。这里到底关押着何等恐怖的存在？哼，一个香火神灵，你这利用香火之力的法门也太过粗浅了，简直是抱着金山在要饭。你胡说！我乃奇水正神，修行1000年。也罢，今日我心情不错，便传你一篇未来无生经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香火大道。弘毅，此法最高可修至何等境界？若在此界香火足够，
可成就阳神之尊，换算成此界的说法，大概是天仙境界。但论起武力神通，或许更强。而且此界的人道愿力比我那方世界强了何止万倍。在这里，一人虔诚供奉，便可抵得上我那方世界万人的香火之力。好一个未来无生剑！若将此法传授给那些归顺大上的神灵，建立独属于我神族的封神体系，届时何惧的阐教截教，何惧那高高在上的圣人？算时间，北海72路诸侯的叛乱也该到了。文仲一离朝歌，地心便如断一臂。届时，圣人们又会如何落子呢？众卿家，本帝君在此，静候尔等归位。封神之后，我这天庭才算真正的3界正统。出了何事？人族气运竟然上涨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陛下，不好了！神奇预测上，奇水河神的神位熄灭了，他被杀了。地心，好一个大商人王！你竟敢掌我天庭命官，夺我天庭气运，区人族蝼蚁，竟敢弑神！传朕旨意。敕令：商王不敬神明，人族背弃天恩。即刻起，天庭所有神差尽数离开大商境内，不得再行云布雨，不得再庇佑大商人族。违令者，削去神籍，大为要挟，3界共诛之。吾等庇佑人族万年，人王竟为几条卑贱的人命斩杀天庭正神。今日他敢杀奇水河神，明日就敢将屠刀挥向我们，此理绝不可开！必须给这些人族一个教训，让他们知道，在这妖魔肆虐、天灾重重的洪荒大地上，究竟是谁在庇佑他们。山神爷爷息怒，神明息怒啊！你们的王要杀我们，此地吾不敢再留。哼，尔等人族背信弃义，吾等庇佑尔等风调雨顺，换来的却是屠戮。你们不配得到神灵的庇护。人王疯了，还要屠尽天下神灵，大商气运已尽，天灾人祸将至，速逃离此地，随我等前往东海，尚有一线生机。哼，无知的商王！人族自诞生之日起，便依附于仙神。太上圣人传下金丹大道，尔等才走出蛮荒。广成子下界辅佐轩辕，尔等才杀尽巫族余孽，成为天地主角。人族走的每一步都是仙神的恩赐，没有我天庭神差庇佑，尔等人族靠什么在天灾不断、妖魔横行的洪荒大陆存活？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斩神？人王斩神，罪无可赦。但大天尊有好生之德，再传法旨，敕令大商人王7日之内于朝歌设9丈祭天台，沐浴焚香，3跪9叩，亲自问天请罪。若诚心悔过，朕可赦免其罪，并令众神归位。封神大劫将起，本尊不愿多生事端，但人族必须认清自己的位置。人王，哼！从今日起，洪荒之内不再有人王，有的只是奉天承运的天子。去他妈的玉帝！去他妈的天子！狂妄！
神有罪，可该斩神，向天请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昊天，你在想屁吃？今日孤将昭告天下，神灵有罪，当斩之。昊天，你有意见来朝歌找我，别费那么多话。大天尊恕罪，我只是帮大王传话。他怎么敢？少王疯了不成？封神将至，他不思如何应对，怎么反倒盯上了我们天庭？呵呵，他不是疯了，他是太聪明了。他在人间励精图治数年，人族气运大涨，却没有多少能留存于人族自身。现在这位人王陛下是想从我们手里把人族的气运抢回去。他一介凡人，怎么可能看到气运的流转与衰减？他看不到，他身边的文仲看得到。文仲看不到，那位端坐在金毛岛万万年俯瞰众生的通天圣人看得到。封神之时，这位通天圣人说得好听，紧闭洞门，敬送皇庭3两卷，身投稀土，封神榜上有名人，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罢了。都说灵宝天尊有无谋，刚愎自用，竟有这般算计。哼，成圣者哪一个不是集大智慧、大毅力、大气运于一身？怎会有真正的鲁莽之人？可惜啊，可惜，他通天再强，还能以一敌五不成？他截教号称万仙来朝，他们不上这封神榜，谁上？很好，很好，一个将死之人罢了。朕倒要看看你能嚣张多久。众神听令，即刻起，不得在大商境内停留片刻。商朝国运已是无根之木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崩塌。大王，您让老臣那么传话，这好吗？好啊，姑让你在诸天仙神面前露个面，扬名立万，这种机会可难得啊。老臣宁愿不要这个机会，太吓人了。大王，九州神灵同时作乱，蛊惑百姓，看来玉帝已对他们下了法旨，只有天庭法旨才能同时调动他们。可恨的是，这群孽畜受我大商香火，竟敢造谣生事。大王，这些神灵离开大商前，会不会狗急跳墙、兴妖作怪，掀起天灾？老臣怕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会被他们摧毁呀！掀起天灾，天庭的气运根基全部来自人间香火，他们这些神灵暗地里为非作歹，吃几个人姑可以当作没看见，但他们敢光明正大的祸害人间，动摇人族根基，姑第一个不答应。他们就不怕气运反噬，1万年来的算计毁于一旦。不过第一个5年计划的确要提防一下。传孤王旨，第1道旨意：神灵有罪，昭示天下，将这些年暗网收集的各地神灵罪证抄录万份，张贴于9州各城，务必让每一个大商子民都清楚，他们拜的究竟是神还是魔。帝辛元年，北海平丘山山神失职，山石滚落，压死百姓300余人。帝辛2年，西岐太华山山神掳走近1000名女子，1年后于其神庙后发现乱葬坑，遗骸上千。帝辛5年，西海龟山神与渭水水神为争香火大战，致使周围数百里化为泽国，百姓死伤无数。帝辛7年，齐水河神吸取人夫，实则食之，7年间吃人上百，诸如此罪者数不胜数，金箍斩神，以警天下。第2旨意：
天庭封神，我大商也封神，传告天下，凡愿意留在大商，一心庇护百姓，且未残害过人族的神灵，皆可到当地官府登记造册。一经核实，孤便将其封为我大商正统之神，由官府为其立庙塑像，永享万民香火。第3道之一，大商所有关隘总兵听令，即刻于驻地成立屯田军，开垦荒田，兴修水利，务必保护我大商农业之根基，同时追杀所有逃离大商的罪神，凡蛊惑百姓者，杀无赦。天道混沌，封神结束变了。通天，莫非真让你成功了？帮那帮殷商截取了这一线生机。上看，大王圣旨，800里加急！再快些，各个关隘必须今日贴出告示。帝辛2年，配华山山神卢女子进监。帝辛7年，齐水河神西取少女，实则食之。原来我们求了3年的平安符是给吃人的药。咋？还拜个什么神？那庙里收的香火钱，是我娘救命的钱。妖神藏庙，今日不除，明日还要吃人。你们敢！我护了此地几十年，我姐就是被你娶走的，你还我姐姐！我的香火，我的神力，奉王命，追杀罪神，拿下！大王，九州各城告示已贴，百姓见罪证，群情激愤，自发捣毁神庙者不计其数。各地总兵配合追剿，罪神不是被斩，就是被迫归顺登记。百姓反应如何？先是惊惧，继而大怒。被蛊惑的百姓醒了，神差气运反噬，实力大减，不堪一击。釜底抽薪，大王这一刀斩的不是神，是他们赖以操控人心的根。他们不会做事，天庭会再露手段的。文太师，边关动静可有异常？暂未见有何动静，但各方异动频频，尤其海疆。大王，北海急报，袁福通起兵反叛，连结白衣童子、白莲童子，连杀18路诸侯，已合兵一处，正在攻打太行山以北诸方国，意图席卷北境。袁福通倒是会选时候。大王，北海紧要，是否命西伯侯姬昌出兵？黄飞虎何在？臣在。传孤王旨，命武成王黄飞虎即刻前往西岐传旨，令西伯侯姬昌领兵10万，星夜启程，北上平叛，沿途郡县配粮草，违令者斩。杜元喜继续盯白莲童子。遵旨。武成王深夜到访，所为何事？奉大王旨意，召西伯侯姬昌领兵10万，星夜北上，平叛北海袁福通。大王忧国，臣自当尽力。不是尽力，是立刻。北海已连杀18路诸侯，白莲童子在后，晚一日邪风就多一分。今夜点将，明晨出城。大王的旨意不等茶凉。是，
西伯侯明白就好。北海风雪重，路更难走。武成王替我转告大王，臣会把叛乱压下去。怎么会是西岐？北海叛乱如此大事，何该文太师亲征？为何是西伯侯姬昌领兵？文太师未动，人王竟未派文太师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！天数已乱，天数已乱呐！师尊闭关前曾言，封神榜上我截教弟子死伤惨重，我不过一随侍七仙，如何能在大劫中保全自身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与其等着上那封神榜，不如另寻出路。西方教圣人既有此意，便是我的生机。师尊，弟子不孝，只能先行一步了。弟子定光拜见二位圣人。原来是定光仙道友，何故行此大礼？你与我西方有缘，何谈收留二字？快请起。道友弃暗投明，乃是智举。封神大劫，天道杀伐，截教万仙看似事大，终究是镜花水月，一场泡影。多谢圣人点化，弟子愿为西方教效犬马之劳。好，道友既有此心，你且前回朝歌，化作凡人，静待时机。啊，回朝歌？不错，那人王身边有文仲守护，气运加深，暂时动他不得。但北海战事一起，文仲早晚要离京平叛，待文仲一离朝歌，你便伺机动手。除了那人王，事成之后，你便是我西方教的大功臣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弟子遵命，定不负圣人所托。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入店寻一间清静的上房。好嘞，客官贵姓？如何称呼？免贵，我叫定光山，行商路过此地。哎呦，丁老板阔气！天字1号房，楼上请。启禀二位圣人，弟子已潜入朝歌，但弟子有一事不明：那人王为何不派文仲，反而让西伯侯姬昌领兵平叛？人间天数似乎已生变故。哦，竟有此事！姬昌代为出征，这倒是奇了。是通天，他虽在必有功闭关，却不甘门人上榜，想强行逆天，为殷商截取一线生机。哼，师兄，通天一人如何能与天数抗衡？他这是螳臂当车，人王终究是人王，就算有些小聪明，也改变不了殷商覆灭的定数。定光仙，你只需按计划行事，盯紧朝歌便可。弟子明白。道兄，贫道有礼了。道友不在西方享清福，来我这玉虚宫，所谓何事？道兄，贫道此来是为封神之事。那人王不按天数行事，竟令姬昌北伐，文仲留守朝歌，此等变数，恐对大计有碍呀。哼，道友多虑了。那姬昌不过是人王手中的一颗废棋，用来试探罢了。袁福通背后有白莲童子相助，岂是西岐反兵可敌？不出3日，西岐必败。届时败报传回朝歌，文仲为保北境不失，不得不亲率大军出征，一切
终将回到正轨。道兄高见，如此贫道便放心了。元氏还是这般自负也好，阐教12进献，个个根恒深厚。若能趁此大劫渡入我西方，未来我西方大兴便指日可待了。大王，讲。暗网来报，今日城中龙门客栈入境一可疑之人，自称定光仙。定光仙，截教随侍7仙之一，叛逃截教，不往别处，偏偏来了孤网的朝歌，有意思。大王，是否需要暗网即刻动手，想办法将其擒下？不必，一条被主人放出来的狗，打死了只会惊动他背后的猎人。传令下去，严密监视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启禀大王，北海800里加急军情。大王，北海失守了！叛军之中突然涌现出数之不尽的妖物。哦，妖物！北海苦寒之地，怎会有如此多的妖物作乱？那些妖物皆有灵智，他们能飞天遁地，口喷雷火，我军将士根本无法抵挡。北侯伯、仇侯虎大人的10万大军已经损失过半，全线溃败。不是白莲童子，他度化的只是凡人。这等规模的妖军，绝非他一人之力可为。元始天尊为了加速封神，已经连这点耐心都没有了吗？大王，北境危在旦夕，臣恳请大王即刻调遣青龙关总兵张桂芳、嘉梦关魔家4将等各路总兵，星夜驰援北海，平定妖乱。不可！魏子启，如今火烧眉毛，为何不可？大王明鉴，如今神战已起，我大商境内天灾人祸不断，各地妖物亦蠢蠢欲动，天庭更是虎视眈眈。各路总兵皆是我大商镇守四方的擎天之柱，若悉数调往北海，万一其他地方再生变故，何人能挡？况且秋收在即，此乃国之根本。若无总兵坐镇，妖物趁机作乱，毁我农田，绝我粮草，届时不用仙神动手，我大商便会不攻自破。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北海沦陷呐！当务之急是稳住阵脚，优先护住我大商腹地，保住民生根基。北海之乱需从长计议。够了，诸位爱卿莫要乱了方寸，攘外必先内安，孤王已有应对之策。出来吧。凤九参见大王。诸位，这位是凤九，正是那奇水河神，已归顺我大商。从今日起，他便是我人间的守护神灵，殿前宫铺圣旨。凤九，引目。这是何等雄浑的人道气运！大王他要做什么？天道不公，视万物为刍狗；仙神高渺，视人间为棋盘。自今日起，我大商自行封神，凡庇护我大商子民者，无论人妖仙鬼，皆可受我大商敕封，享人间烟火。凡维护我大商者，神意杀之，天命将由我人族自己来定。放肆！又是那人王地心，斩阵神旗，夺阵香火，如今竟敢直接窃取天庭契约！不可能！凤九已死，魂飞魄散，怎会复生？还正道天仙？这此兽究竟用了何等逆天手段？
陛下，不好了！天庭契约，天庭的契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失。朕已经知道了。陛下，这究竟是地心，他写下了一份什么大伤封神计划，想要另立神道，将契属尽数收回。收回人族全部契约，那岂不是要让我天庭彻底失去对人间的掌控？他怎么敢？他不仅敢，他还在做。陛下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绝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了。大伤封神，寡人倒要看看你是如何与真正的天数抗衡。陛下，如今不少受人间香火的神奇已经暗中倒向朝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天庭威严何在？威严是靠杀出来的，既然那些神奇背叛天庭，那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那些神奇遍布人间，若尽数诛杀，恐引起三界动荡，届时圣人问责。哼，寡人自有分寸，对付这些叛徒，何须我们亲自出手？传朕旨意，册封梅山七圣为天庭神将，让他们去做这把刀。梅山七圣，陛下，他们妖性未除，桀骜不驯，恐难驾驭。就是要他们妖性未除，只有恶人才会去咬人。寡人给他们神位，许他们听调不听宣之权，让他们知道天恩浩大。是，陛下。诸位在梅山修行多年，亦是一方霸主。今日陛下有感尔等修为不易，特降下恩旨，册封尔等为天庭神将，位列仙班。多谢天帝陛下，多谢金母娘娘。不知我等神职是？陛下开恩，尔等的神职便是荡魔先锋，专职清剿背叛朝廷的香火神灵，且想听调不听宣之权。谨遵圣命。娘娘放心，不就是杀几个不长眼的叛徒吗？包在我们兄弟身上。多谢陛下恩典，我等定将那些叛神斩尽杀绝，以正天威。干！你们6个刚刚受封神职，也该为天庭分忧了。请陛下示下。即刻下界，前往朝歌，铲除野神，并查清楚那子受的大伤封神计划。遵旨。我的个老天！刚才天帝的样子简直要吃人，没想到那人王地心一个凡人竟有如此通天手段。我们梅山七圣如今只剩6个，现在我总算明白袁弘道友为何在天庭册封前突然说要闭关了。他肯定是早就算到此行凶险，提前避祸去了。可不是嘛，那袁弘道友神通广大，怕都怕了。我们这趟去……别说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圣旨已下，我们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都别慌，天帝让我们去打探虚实，又不是让我们去送死。到了朝歌，我们隐匿行踪，切莫张扬，先查探清楚情况再说。本以为是得了天大的好处，没想到是接了个催命的活儿。那袁弘真不讲道义，自己跑了也不跟兄弟们说一声。大王万岁！大王圣明！大王圣明！大圣万年！众位大商子民，平身。寡人还记得上一次来这淇水是为斩杀邪神，彼时尔等受巫祝蛊惑，满心惶恐，而今日尔等自发相迎，欢呼震天。这证明我人族无需拜神，亦可手握乾坤，主宰自己的命运。远古之时，地库封我祖先子去于商地，由玄鸟降而生商，玄鸟便是我大商的守护神。如今
寡人励精图治，终感玄鸟归来，更带来无上修行之法，以诱我大伤万民。人王竟有如此逆天手段！玄鸟归来，天灭我大伤！圣旨中所言的人王封神术，可让人仙数年内踏入天仙，这怎么可能？大王治下，国泰民安，如今更有神术天降，真乃我大商万世之福，末将遵旨。人王封神倒是有趣，此术恐是那人王夸大其词。师兄所言极是，不过那人王身侧的女子倒是有些古怪。今日寡人便要颁布这道大商封神招，招中所在，人王封神术将传遍天下。今日15，宜封神，邪神已斩，玄鸟当立，岁在人子，天下大吉。今日孤于此，册封玄鸟娘娘凤九为我大商第一位守护正神。玄鸟娘娘千岁！自今日起，寡人在朝歌上设立封神台，并置司神监。凡天下修士，无论出身，无论根脚，只要心向大商，愿为万民福祉，皆可入我司神监，登我封神台，享我大商气运，修我人王封神术。封神，区区人王也敢妄言封神？窃天之权柄，亵渎圣人之事，当诛！凤九，小心！这是要杀我！难道我逆天改命的第一步就要以失败告终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红花白藕清荷叶，三教原来总一家。元始师兄，对于小辈出手，未免有失圣人颜面了吧？通天，此事与你无关。此人王逆天而行，妄设封神台。此女妖言惑众，蛊惑人主，本座乃是顺天而为。你要为这区区商王朝与天道为敌吗？天道，我截教有教无类，万仙来朝，截取的就是那一线生机。人王顺应民心，有何不可？师兄若执意要出手，便请来试试我那诛仙剑阵是否还锋利。人王，好自为之。通天，为了那些师生卵化之辈，你竟敢坏我大事！师兄息怒。
我等感知到东方杀机大盛，特来探望。不曾想，竟是通天师兄出手了。哼，他要护着那人王，我倒要看看他护不护得住。师兄可是有了对策？既然武力强压不成，那便从内部瓦解。北海72路诸侯叛乱已久，可让他们假意归降，助那西伯侯姬昌一战攻城，收拢天下人心，此为阳谋大善。待姬昌献俘朝歌之时，可暗中将那天命妖妃送入宫中，以美色乱其心智，败其国运。妙啊！无底抽薪。我再送二位师弟一桩缘法。那大商太师文仲乃截教3代门徒，一身修为通天彻地，是我封神大业的一大阻碍。然其子文天，人称小阁老，聪慧过人，却与二位的西方教有缘呐。师兄放心，贫道这便去渡了那位小阁老。文太师若知其子皈依我西方，想必在做选择时会多一份考量。地心通天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君臣二人如何应对这天命人心骨肉亲情的3重算计。昊天上帝遥持金母娘娘，请留步。孔宣，你来我南天门作甚？还不快快让开！孔宣道友，你此番拦路是何用意？人王自立封神，乃是人道自强，顺应的是天下民心，这亦是天意的一种。二位身为天庭至尊，还是回凌霄宝殿静观其变的好，何必亲自下场沾染因果？放肆！天意便是他商朝气数已尽，西岐当兴。他区区一个人王，逆天而行，妄图染指神道权柄，已是大罪。你身为元丰之子，体内流着上古神兽的血脉，何等尊贵，竟甘愿为这等逆贼卖命？卖命？陛下说对了，人王地心确实已经把他的命卖了出去。什么意思？他将自己的命卖给了通天教主和我孔宣。他拿什么跟你换？你乃准圣，世间还有何物能打动你？你不必知道。你身为元丰之子，怎可如此荒唐？陛下觉得荒唐也罢，不过今日这南天门，二位过不去。好一个孔宣，朕倒要看看你这五色神光是否真如传说中那般无物不刷。陛下息怒，他有五色神光护体，先天立于不败之地，吾等与他动手毫无胜算，反而落了天庭颜面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我们走。母亲，孩儿定会让你重见这3界风光。封神大劫，圣人之下皆蝼蚁。那昊天一句听调不听宣，就让你们昏了头，以为能做个逍遥神仙。如今神魂受天庭敕令，身家性命皆在他人一念之间，名为正神，实为鹰犬。我袁弘虽是一介妖仙，却也知晓趋吉避凶。这大劫之中，人王地心是最大的变数。圣人高高在上，视苍生为蝼蚁，若想逆天改命，便要分秒必争。北海妖乱，冲侯户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如今我的诸天生死轮进步神速，已达到5圣巅峰，每个月15可以放红衣出来放风一次。到了放风之日吗？这是国运金龙，如此磅礴的国运，竟会汇聚于一介人王之身，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红衣先生，这次请你出来，是帮你消一消身上的杀劫。北伯侯重虎于崇州地域72路诸侯叛军，如今妖物助阵，崇州危在旦夕。妖物作乱，叛军攻城，
有点意思。这洪荒天地的力量，我正想见识一番。此去北海斩杀妖物，既是为我大伤平乱，也是助你消弭自身杀劫。那就走吧。好，凤九。到了。畜生，尔敢！来得好，今晚的锅子又有着落了。儿郎们，随我杀，为大王尽忠！加大力度，天亮之前，本帅要在这崇州城头煮了崇侯虎的脑袋下酒。侯爷，神威火炮快耗尽了，兄弟们快顶不住了。顶不住也要顶，援军就快到了，大王绝不会抛弃我们。末将崇侯虎叩见大王，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等叩见大王，大王圣明，大圣万年。人王地心，他怎么会亲自来了？弘毅，出手吧。正合我意。这是何等神力！空有人间出世的实力，却连最粗浅的法术都不会运用，只是野兽的本能罢了，不足为惧。广寒曼陀罗，苍苔大世界。一招，仅仅一招，这是仙人，是天上的仙人下凡了。妖怪被杀了，快跑啊！娘啊，这不是打仗，是送死啊！无声老母，真空家乡。这些混账，他们被那妖童操控了心智。老头，该你出手了。我这不属于此期的力量，正在被天地法则快速磨灭，如今已时不存一。可惜了。这是此方世界的天地法则虽然排斥一种力量，但其修炼本质却颇为有趣。我刚刚花了一点时间剖析其根本，顺手创造了一门新的法门，并修炼成功了。你不是一直想修炼我的法门吗？给你。人王不得修行。该死，这就是人王不能修行的枷锁吗？大王，你怎么了？不对劲，这是天道规则的反噬。原来这就是人王不得修行，这就是人王的宿命吗？诸天生死轮，给我镇压！当代人王，他竟敢尝试修行，好大的胆魄，却也太过鲁莽。人王之位，承载人族气运，岂能如遇仙道？他此番在劫难逃。哦，天机混沌，上方一线生机。因我传法，使他陷入死境，这份因果我不能沾。黄金逆流。原来如此，诸天生死轮早已被那太古地狱演化成了天道级功法，这才让我从天道级的雷劫下逆得一些生机。而弘毅则为我补上了这最后一步。妖邪
当诛。大王神威，将士们，大王在此，随我出城诛杀叛逆，保护大王！保护大王！诛杀叛逆！饶命了！我的愿想！以力正道，巫族蛮法，堂堂人王，竟修行此等粗鄙之道。想来你身上护国气运正在逐渐消散，没了人族气运庇护，你与凡人何异啊？我只是力气大了些而已。哼，你力之光也放光华？怎么可能？你这肉身不知死活的凡人，便让你见识一下我西方教的无上妙法。弘毅曾言，天道及功法的武圣堪立天仙，而人仙则可与金星争锋。今日便借你这法宝，助我凝练拳意，一举突破人仙之境。这不是巫道，你修的到底是什么？大王无敌！大王无敌！大王无敌！地心6年，崇州城外，本王为崇州守城门，为大商守国门，为人族守天门。这一拳名为天门中断。按照诸天生死论的修炼法门，人仙可炼化星辰如巧雪，但过滤星辰受天道掌控，将崇州城的血影与万民气运炼入神庭血，使其成为崇州血。末将崇侯虎叩谢大王天恩，若非大王神威，崇州已然城破人亡。崇侯爷平身，守城之功，你当居首位。哎呀，肚子疼，得去趟茅房。将军叫我过去议事，你们先看着。怎么回事？崇州军都走了？他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里？收到指令，扶持天字号暗线，路人乙。明白，按计划行事。天降神谕，天降神谕啊！我在妖兽腹中发现了锦书。袁福通盗侵逆施，已遭天谴，上天指定了新的王者带领我们。人乙是谁？他就是路人乙，当初因反对袁福通屠戮百姓，被关押于此。兄弟们，你们以为崇州军撤走是放我们一条生路吗？他是要饿死我们！我们不想死，与其在这里等死，不如杀出一条血路。王侯将相，另有种乎？应有种乎！唯有向西攻下西岐城，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里。届时，金钱、美人、土地，应有尽有。我等愿追随人蚁王，攻破西岐。愿追随人蚁王，攻破西岐，攻破西岐。好，全军听令，带上所有武器和火药，目标西岐，出发！姬昌，本王送你的这份大礼还满意吗？凤九，我们回朝歌。
是谁？究竟是谁愿杀吾之白莲童子？查不出来呀！师弟，可曾推演出那凶手的来历？天机一片混沌，那凶手身上似有至宝遮掩，只能勉强窥得一道模糊身影。其肉身之强横，远超寻常大罗金仙。肉身强横，莫非是巫族余孽？不对，纵观三界，有如此肉身者，唯有那阐教杨戬与眉山元虎。杨戬绝无可能，那便只剩下眉山白猿袁弘。好一个妖猴，竟敢杀我童子，毁我西方教气运！师兄，我这便下界去拿他。去吧，此事关乎我西方教颜面，务必将此僚擒来问罪。这是人道气运，5帝之后，人族气运竟已昌盛到如此地，连圣人法身都能压制。若任其这般发展下去，聚拢3界气运，岂不是要重现当年巫妖2族的鼎盛？哼，小小妖猴还想躲过本座的搜寻？竟然跑了！是你怎么可能？这里是地道轮回之所，不对，怎敢干涉地道轮回？为什么不敢？在这太古地狱之中，孤便是唯一的法子。大胆！我乃圣人童子，你敢动我，圣人定会让你大伤，灰飞烟灭。哦，是吗？痴心妄想，我死也不会。那就试试这个，希望你的骨头能比这太古荒漠更硬。停下！我欠，我什么都欠。地狱002号犯人白莲判决生效。叶红先生，我给你找了个新玩具，解解闷。多谢。大解脱术。我死了，我又活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大解脱术。山野散修袁弘，听闻大王求贤若渴，特来投效。圣人已经找上门了，那杀害白莲童子的黑锅，我是背定了。3界之大，唯有这人道气运鼎盛的朝歌，能庇护我一线生机。来者何人？竟敢在王宫门前喧哗！我再说一遍，眉山袁弘不求仙，不问道，只向大王讨一个封号。讨一个封号。袁弘，他疯了不成？竟敢在这风口浪尖之上投靠人王地心！个泼猴，不尊圣人，万拜人王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人道气运，该死！果然，圣人已经容不下我。既然仙道无路，圣人不仁，从此袁弘不拜圣人，只拜人王。孤早已听闻眉山袁弘之威名，神通广大，义薄云天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山野妖仙惊扰大王圣驾，罪该万死。爱卿远道而来，何须理会天外聒噪？随孤入城，孤欲封你为朝歌城总兵，统领4路大军。不知爱卿意下如何？末将袁弘愿为大王效死。宣袁弘上殿听封。大王，此妖乃眉山7怪之首袁弘，
一身神通，金仙之下几无敌手。大王能收服此等猛将，实乃我大商之福啊！传孤旨意，武成王黄飞虎即刻接管太师文仲麾下5路大军，镇守大商边境，不得有误。太师劳苦功高，吾另有重任。今日起，封文仲为我大商相国总揽军政大权，凡国事大事，皆可代国临朝决断。老臣领旨谢恩，谢大王天恩。袁弘上前听封，命你接替武成王之位，统领京、豫、梁、雍4路大军，任朝歌城总兵。原来如此，这便是人间为公的玄妙。身披一方气运，镇守一城地界，可斩乱世鬼神。我不仅恢复了，甚至更强了。末将袁弘必不负大王所托，镇守朝歌，万死不辞。好，既为孤之大将，当有盖世封号。孤再赐你封号，从今天起，你便是孤的齐天大将。师弟，我感觉西方的一道无比重要的机缘，就在刚刚被人斩断了。天机混沌，无法推演。师弟，不能再等了，只要除了文仲，地心便是5爪之龙，任我等拿捏。文仲虽强，却非无懈可击。其独子文天心性顽劣，与我西方正有缘分。善。弥勒，弟子在。你且去一趟朝歌，将那文天渡来西天。此事若成，当记你一桩大功德。弟子遵法旨。好生玄妙的人道气运，这齐天大将之位，远胜过我占山为王的1000年苦修。大王此等再造之恩，万死难报。好，砸得好！这一砸，反倒显出了这字迹中的风骨。来人，给我用最好的木料重刻一块，就这个神韵。无量天尊，敢问这位可是文天小阁老？算你有点眼力，看我傅高升特地从外地赶来送礼的。贺礼呢？拿出来我瞧瞧。贫道自西土而来，不为送礼，只因观小阁老骨骼清奇，与我西方大法有缘，特来收你为徒，随我回西天，享无边极乐。西土？什么穷乡僻壤，还想收我为徒？本小阁老在朝歌要风得风，跟你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喝西北风吗？赶紧滚，别带我收礼。果然冥顽不灵，看来只能让贫道来度化你了。夺！光天化日，何方妖道敢在相国府前行凶？相国，不好了，不好了呀！张荣大人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小阁老他被一个从西土来的胖道人用麻袋给套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何方妖孽，敢掳我儿？大王，老臣小儿被妖道掳走，请大王做主啊！太师请起，事情的经过孤已尽知。大王已知晓。掳走你儿的是一个西方教中人，一个胖道人，对吗？大王如何得知如此详细？老臣也只是听商容大人描述，知晓是个胖道人。百灵，画给他看。是，老爷。就是他，商丞相口中说的就是他。大王，恳请您准许老臣点齐兵马，踏平西土，救回我儿。太师，你的战场不在西土，而在朝歌。大王此言何意？吾问你，北海72路诸侯叛乱，你平叛多年，为何屡生波折，至今未平？是老臣无能。并非你无能，是背后有人捣鬼。不过现在无妨了，北海72路诸侯的叛乱早已被孤的按下接管，如今20万大军已掉头南下，不日便可兵临西岐城下。
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大王您何时布下如此惊天大局？老臣竟一无所知啊！哭要是让你知道了，这剧本还能照着演吗？但是魂天被掳走并非坏事，这反而是个引子，一个能让那些藏在暗处的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的引子。你只需坐镇朝歌，替孤稳住这万里江山。至于令郎，孤自有办法。白莲，你曾是混沌青莲的莲子，对西方教那些手段颇为熟悉，你来施法帮太师找回儿子。老爷放心，那弥勒想证未来佛果，我便断了他的未来。去吧，动用弘毅传你的未来无声经，让他知道我殷商的国都不是什么人都能来撒野的。我的未来道果，怎么会有人能截取我的未来？白莲童子，庶子安敢如此？为了本座的未来道果，今日便是耗尽万年修为，也必斩你这妖童！死亡不过是色身幻灭，非我真我。老爷的棋局，我已尽力了。老太师，别紧张，好戏这不就开场了？西方教的秃驴也敢在我大商国都放肆！孔宣，元凤一副，天生的五行之主，你这般跟脚，竟甘愿为区区人王鹰犬？他娘的，哪个不长眼的敢在朝歌闹事？活腻歪了是吧？怎么可能？这大商的总兵为何个个都有金仙乃至太乙金仙的修为？那个手持玄铁棍的猴子，气息更是深不可测。我告诉你个秃驴，别说你，今天就是那昊天老儿敢下凡，老子也敢上天偷了他的凌霄宝殿！一群披毛戴角的畜生，找死！来得好！阿弥陀佛，孔宣道友何必造此杀孽？西方教的圣人，你们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。道友与我西方有缘，何必执迷不悟，为人间王朝卖命？不如随我回西方极乐世界，参悟无上大道，岂不美哉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有缘！你若再敢多言，休怪我连你这圣人一并刷了！孽畜，不知好歹，竟敢对圣人不敬！准提，以圣人之尊欺负一个晚辈，你这脸皮倒是比洪荒大帝还要厚。通天，诛仙四剑，你要为了区一个人间王朝与我西方教开战不成？通天道友，此事乃我西方教与这孔宣的因果，还望道友莫要插手。
因果在大商的疆域内，我截教说了才算因果。你们两个要动手，便一起上吧。要打，便去33天外，我一人便可战你们2胜。罢了，今日之事，我西方教记下了。师弟，我们走。千年磨一剑，子寿，你这人皇倒是有几分魄力。大王曾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陛下，苦些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这苦你个头！大王是让你体察民情，不是让你来这荒山野岭修仙的。父亲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儿正在接受大王的考验。考验？我看你是想把我气死啊！父亲，腿，我的腿，犹如斯文，犹如斯文呐！哼，回家。君侯有些不对劲，叛军呢？这里只有妖兽的尸体。我连卜3卦，卦象从上上级一路变为下下卦，预示我此行将有牢狱之灾。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来者何人？哼，西伯侯姬昌，你可知罪？崇侯虎，我奉大王之命前来平叛，何罪之有？叛军何在？平叛？叛军早已绕过崇山南下，你们在路上遇到的不过是他们用来拖延你们的疑兵。原来如此，那些陷马坑、绊马索都是为了掩护主力南下。我西取大军被区区一支偏师就拖延了整整10日。姬昌，你遇叛军袭扰，不但不速战速决，反而加速北上，致使叛军主力南下，此等贻误军机之罪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一派胡言，分明是你们与叛军勾结，在此设伏。将士们，随我杀了这2个妖人！土鸡瓦狗！姬昌，你是要这10万大军给你陪葬，还是束手就擒？随我去朝歌，向大王请罪。罢了，此罪我一人承担。李总兵何事烦忧？可是为了夫人之事。杜大人明鉴，那人师娘怀胎已11个月，却迟迟不见分娩的迹象，我实在是担心呐。李总兵多虑了，3皇5帝之时，不乏怀胎2、3年者，皆是大贤大能之辈。令郎如此不凡，乃是祥瑞之兆。这是大王给你的密旨。这大王要亲自收我儿为徒？不错，大王有旨，待令郎降生，他便是人王的亲传弟子。若有他人前来收徒，无论是谁，你大可收其法宝，将其人赶出陈塘关便是。末将李靖，谢大王天恩。对了，杜大人，东海龙族那边，东海龙王敖寡对我大商阳奉阴违，至今仍在四海沿岸保留龙王庙，私售香火。这，哼，龙王很快就不是了。
咦，怪哉！我与那灵珠子转世的师徒之缘，为何变得如此模糊不清？仿佛被什么东西给生生截断了。封神大劫将至，天机混乱本是常事，可这般直接斩断因果的手段，究竟是何人所为？破城！嫡喜，20万大军来袭！周氏气运乃天道所定，是何人敢逆天而行，强行断其国运？看不透，天机被完全蒙蔽，只看到西岐兵临城下，再无其他。大老爷，西岐气运崩塌，封神亮节根基动摇，此事何为天命？天命乃天道定数，不可违逆。天命亦是天道拨弄众生的一根弦，有人能拨弄，自然也有人能斩断。西岐之变，非是定数，而是变数。变数？敢问变数从何而来？所有变数皆指向此二人，其背后或有域外之力。又是他们，那个斩杀白莲童子的人。传我法旨，凡大商国境之外，山川河渎，四海八荒，一切神灵即刻前往西岐，庇佑周国，不得有误。太师念吧，让众卿都听听。西岐急报，岐山凭空出现20万叛军，以兵围西岐。西伯侯姬昌贻误军情，束手就擒。西岐旦夕可破。竟是如此，大王他竟早已布下这惊天之局，西岐完了。昊天此举虽能暂缓西岐之危，却也是饮鸩止渴。只是我西方教大兴之机就在此刻。谨遵老师法旨。你且化身万千，去挑选4位与我有缘之人，让他们即刻动身前往东方。记住，挡住叛军2日即可，无需死战。此去既是救西岐万民于水火，更是将我西方妙法传入东土的开始。弟子明白。这便是朝歌。我上一次来时，他还远不及此等规模。短短数年，子寿竟已将大商建成这般人间雄城。末将赵以川奉王命在此等候崇州侯。有劳了。臣崇州吴宠奉王命，已将西伯侯姬昌解押至朝歌，请大王发落。辛苦，平身吧。罪臣姬昌叩见大王。西伯侯抬起头来让孤看看，算起来你我君臣有多少年未见，孤可是想念的紧呢。老臣无时无刻不感念大王天恩，思慕大王圣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孤命你带兵平叛，你心中可有怨言？不敢，为大王分忧乃是臣的本分，臣绝不敢有半分怨言。好一个不敢！孤也相信西伯侯忠心耿耿，断不会坐视叛军围困西秦不管。殿前官将西岐800里加急的求救信呈给西伯侯看看。叛军攻城了，已经开始攻城了。我西岐的子民，大王，老臣斗胆，敢问大王，那凭空出现的20万大军，可是出自大王手笔？放肆！姬昌，军前失仪，你竟敢妄加揣测君上！西伯侯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此乃灭族之罪！西伯侯精通卜算之道，号称能知过去未来，孤今日便给你一个机会。
你现在就在这酒禁殿上，为你自己补上一卦，算算你还能活多久。说算得准，朕不但不治你贻误军情之罪，还即刻发兵解你西岐之围，如何？我命数当终于97岁，可今日性命皆在大王一念之间，王权大于天命，他要我生我便生，他要我死我不得不死。这一卦是在补我的命，更是在补他的心。启禀大王，卦象已成，老臣当比大王早一日归天。好一个比古早一日归天！西伯侯，你果然是个聪明人，但聪明不能抵罪。西伯侯姬昌贻误军情，致使西岐被围，百姓遭难，罪无可赦。念你年迈，吾不杀你，传旨将姬昌囚于有内，7年不得出。罪臣领旨，谢恩。王妃三思啊！城外乃是20万叛军虎狼之师，您此去无异于羊入虎口啊！王妃，末将愿率军死战，为王妃和公子杀出一条血路，也绝不让您去受此屈辱。叛军指名道姓，只愿与我议和。我若不去，他们便要屠城。这满城百姓的性命，难道要因为我一人的安危而断送吗？可是，更何况我乃大商王女，体内流淌着成汤的血，他们要谈，我便与他们谈。我身后有西岐将士万千，何惧之有？母亲，真的要让子舒王妃去吗？哼，他自己要去寻死，谁也拦不住。这不正好吗？省了我亲自动手。站住！子舒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私自出城与叛军议和？子舒王妃，我西岐自有将士浴血奋战，何须妇人出面？还请王妃回宫。我若不出面，西岐今日便要城破人亡。你想看到这个结果？放肆！我才是西伯侯正室，西岐的王后，即便要议和，也该由本宫前往。你一个季氏，算什么东西？皇后，你别忘了，你的有心事早已国灭家亡，而我是大商王帝乙的女儿。叛军要对话的是这成汤的基业，是你吗？一个空有王后之名的妇人。你让开，别挡着我去为西岐换一条生路。关城门，4位法师可以开始了。等子舒那个贱人诱出叛军首领，你们就下令放箭，将他们2人一同射杀在阵前。如此，叛军群龙无首，必将大乱。而我西岐既除了心腹大患，也除了我眼中之钉，一箭双雕。我信依你。果然是他的手笔。喂！放箭！末将路人乙，参见王姬。玄鸟之盾，护卫王姬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叛军吗？王姬，此乃大王密旨，西岐之内已是罗网，大王命末将在此接应王姬与小公子前往碧城。扶持高儿在碧城另立东周，与西岐分庭抗礼。子寿，你果然还是那个算无一策的兽王。
太姒，你永远不会明白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神炮射程之内。你们这些耽于内斗的妇人，又岂会懂？走吧。是，全军听令，护送王姬和小公子回营。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从北海到西岐，这20万大军根本就不是叛军，这是一场戏，一场演给西岐看的戏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父王和大王都在算计我们？目的就是为了让子舒那个贱人名正言顺地脱离西岐，带走西宫。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传我命令，立刻昭告全城，就说商女子舒勾结叛军，意图卖国，将他钉死在西岐的耻辱柱上，我要他遗臭万年。这是什么？王姬为救万民，孤身一河，王浩太姒楼火攻心，暗箭伤人，城外万军亲见，天地共鉴。我这个邪着为征后宫宠，不顾万民死，西岐有此独厚，何愁不亡啊！放屁！王姬是为了我们才出城的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是那个毒妇想杀了王姬。太姒不仁，遇害忠良，我们去王宫为王姬讨个公道。讨公道！讨公道！讨公道！将士们，我等奉大王密令，护送王姬母子脱离苦海。如今西岐王后歹毒，欲置王姬于死地，此等昏聩之地，岂能容身？王姬大义，为救西岐万民，不惜己身，此等仁德，感天动地。我路人乙愿追随王姬，扶持世子高，另立新朝。王妃大义，感天动地，我等愿意归顺王妃，扶世子高登基为王。愿跟随王妃者，皆可往世子的封地必城，那里将是我等新的家园。我等愿随王姬。尔等6位神通不凡，如今封神亮节开启，西岐乃是天定的人间主角，未来人间气运汇聚于此，朕欲封尔等为西岐总兵，日后封神榜上必有你等一席之位。陛下厚爱，我等兄弟感激不尽。只是我等听闻那西岐之主姬发乃一介凡人，西岐国力亦是薄弱，恐非天命所归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尔等多虑了，西岐得阐教相助，底蕴深厚，岂是表面看上去那般简单？也罢，今日便让你们开开眼界。此乃昊天镜，可观3界万物，便让你们亲眼看看，如今西岐是何等的气象。这就是陛下所说的气运汇聚之地，国运都崩了呀！这怎么可能？好一个地心，釜底抽薪，金蝉脱壳，他这一手直接废了西岐一半的气运，将封神的棋盘彻底搅乱了。西岐国运已崩，根基已损，仅靠天庭派下的那些神差，怕是难以挽回败局了。良节定数，已然生变。师兄说的是，看来若想让这盘棋继续下去，必须得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下场了。也只有女娲出手，方能制衡那人王子寿，将这棋局重新拉回正轨。我已传信元始师兄。
天机紊乱，封神定数已变，好一个人王！广成子，弟子在。你即刻前往33外天之太素天蛙皇宫，待我邀请女娲娘娘一叙。弟子遵命。太乙真人，弟子在。你持我符诏，速往3山5岳，召集3800位真仙来昆仑山听令。弟子遵命。帝辛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逆天改命吗？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吉时已到，神灵归位，封神开始。恭请吴王登台封神。恭请吴王登台封神。诸位现身吧。我人族自微末中崛起，于万族中挣扎求生，披荆斩棘1万年，方有今日之基业。可即便如此，我等却始终活在诸神的阴影之下。上天高坐云端，视我为蝼蚁，降下天灾，散播瘟疫，此为天罚。他们利用神灵之名蛊惑人心，窃取我人族气运，此为奴役。推翻神灵，人族单立。今日我便要在这封神台上斩断这双插向人间的手，重建人间秩序。放肆！好一个猖狂的人王，竟敢攻人逆天，简直罪该万死！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！滚开！朕今日便要让他知道何为天威！陛下不可！此刻人间气运鼎盛，人王受万民拥戴，气运加深。您若出手，必遭反噬。朕乃天帝，执掌3界，区区人间气运还能反噬于朕？笑话！呸！我的法力！随殿吐痰，当罚。奉大王令，若有神灵自觉排队，自朝歌起至眉山止，若有喧哗插队不服从者，杀无赦。亚相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天还能塌下来不成？天没塌，但是女娲庙塌了。你说什么？天罚！这是天罚！大王得罪了漫天神佛，女娲娘娘降下神罚了。胡说！大王英明神武，为人间立序，娘娘乃人族圣母，怎会降罚于我朝歌？定是妖孽作祟！哈哈哈！人族圣母，受我一击！大胆妖孽，敢在朝歌放肆！滚！是圣人女娲娘娘！坏了，此事必须立刻禀报大王。女娲娘娘，此乃3000年一熟的蟠桃，还请品尝。
女娲师妹。师妹息怒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，竟让你动此雷霆之怒？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说，谁指使你毁我神庙，断我香火？是人王，是人王帝辛，他怨恨娘娘不从他号令，便命小龙毁您道场，以儆效尤。帝辛，正是。他还说圣人不死，大道不止，早晚要将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圣人全部拉下神坛啊！好个狠辣的女娲！师妹，你元始师兄，讲经为何中断？继续吧。继续？我这道场都快被你拆了，还讲什么经？尔等定心凝神，吾等继续论道。我等拜谢圣人教诲。二位师弟何故折返？师兄，女娲师妹此番雷霆之怒，虽诛杀了那妖龙，但贫道观其神色，恐怕怒火并未平息呀。人王帝辛毁其道场，断其香火，此乃不死不休之大仇。女娲师妹心高气傲，岂能善罢甘休？如今不过是强压怒火，碍于圣人颜面罢了。我等三圣联手遮蔽天机，他便是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休想推演出真相。他只会认为这一切皆是那帝辛所为。善哉善哉，只是后续的布置，还望师兄莫要忘了。师兄放心，贫道早已在朝歌城中安排下了一位有缘之人。要说咱们这位大王，那可是天纵奇才，立人族法度，废神灵特权，使我朝歌上下人人如龙。女娲神庙已毁，人王殿受当重修庙宇，亲往将相，天数注定，因受无道，必将题诗亵渎圣母，此乃封神大劫开启之机。让我去引导人王将相，促成他亵渎圣母之事，这岂不是要我亲手将截教拖入万劫不复之地？罢了，既身在西方，入了此局，又岂有我选择的余地？哟，小米过半了，这皆是拜你这一阵子的所为。哼，与我何干？大王于封神台传下人王封神术，敕封山神地旗，必有人间，使之享受香火。此术源自我，虽经大王改良，但其根本道义乃是为人间天地立序。此等功德，自然会化解我的杀气。原来如此，你为人间做了贡献，天地便教你结束，倒也公平。昔日听白莲道友提及，洪荒西方乃贫瘠之地，众生疾苦。若有机会，大王或可带我出狱放风，去那西方做些好事。做好事？我看你是想去物理超度吧？比起做好事，还是杀人来的更直接些。
大王，末将无能，女娲庙出事了。说清楚。妖龙作祟，一道天雷击中了女娲庙，圣像被烧得焦黑，整座庙宇都焚毁了，却被一股圣威。好一招借刀杀人，嫁祸于我，这是要逼得女娲对我出手。大王，女娲娘娘乃我人族圣母，护佑我成汤江山600余载。如今神庙被毁，圣像蒙尘，此乃天降示警，大凶之兆啊！以亚将之见，该当如何？恳请大王遵循成汤祖制，下旨重修女娲宫，并亲临将相重塑圣像金身，以求娘娘息怒，逼我大商万年永固啊！丞相的意思是，姑不仅要去将相赔罪，还要亲自去扶他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前尘因果皆散去。今日入我功德池，当享西方极乐福。敕。多谢圣人再造之恩，弟子愿永世追随圣人，为我西方教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善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西方护法天龙，享功德气运，前尘往事一笔勾销。弟子遵命。小小孽畜能为人王和女娲之间埋下仇怨，也算是你的功德。入我西方，总好过魂飞魄散。圣母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非是小妖敢亵渎圣驾，是西方圣人，是准提圣人胁迫小妖，还在小妖元神中下了禁制，小妖身不由己啊！胁迫？是，他说若不听他号令，便叫小妖永世不得超生，求娘娘明察。起来吧，你的真灵已被准提用8宝功德化龙池度化，如今也是西方的护法天龙了。什么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不过是他留下的一缕记忆罢了。他下的禁制也早已随着你的真灵转生而破除。8宝功德化龙池，好一个西方，嘴上说着贫瘠，背地里却藏着这等好东西。准提，你既敢算计到本宫头上，就别怪本宫不给你留情面。你虽是残魂，但本宫可让你重塑妖身。此乃山河社稷图，本宫命你持此图水淹西方40昼夜。什么？毁其庙宇，断其香火，再将那西方境内的人族给本宫驮回来。奉女娲娘娘法旨，借西海之水，以惩西方不敬之罪。起！下雨了，是甘霖啊！圣灵慈悲，降下甘霖了。不，这不是甘霖，是洪水！快跑啊！何方妖孽，敢在我西方作祟？大罗金仙，九头相柳，奉女娲娘娘法旨，在此镇守，尔等退下。小女子九尾狐，见3位道长，娘娘有意，神庙之内
寸步不许出。女娲娘娘，她为何要降下如此浩劫？圣人博弈，岂是你能置办？滚出去，不死在这里！女娲，你欺人太甚！西方的圣人抛弃了你们，随我来，随我去东土大商，拜见仁慈的女娲娘娘，那里才有你们的生路。春梯道友，我在你的西方教享受万民香，来我这娲皇宫有何贵干？女娲道友，水淹西方，辱我信徒，此事是否太过火了？过火？你算计本宫，玷污本宫神庙之事，可曾想过过火二字？此事是贫道之过，道友有何要求，不妨直言。本宫见你那12品净世白莲甚是喜爱，不如就赠予本宫，了结这段因果吧。你，既然道友不愿，那便请回吧。只是不知我那妖还能从你西方活回来多少人族？好，贫道给你。哈哈哈哈！娘娘慈悲，竟将这等洞天福地赐予我。西方那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如何比得了？从今日起，本王便在此山立府，那便自号蛟魔王吧。圣人博弈果然凶险，幸好娘娘庇护，总算躲过一劫，还能得此逍遥之地。这莲台虽是至宝，但坐上去冷冰冰的，硌得慌，远不如我的云床舒服。罢了，留着也是无用，不如练成个摆件。这宝莲灯倒是不错，光线明亮，比那莲台实用多了。小妖白皮拜见圣母娘娘。白皮，本宫命你即刻下界，前往朝歌城外的圣山，替本宫看管神庙遗址。若有宵小之辈胆敢靠近，杀无赦。谨遵娘娘法旨。臣等恭迎大王出关，请大王保重龙体。大王，您终于出关了。这7日您在宫中毫无声息，可把老臣们急坏了。大王，您没事吧？好霸道的力量！大王，护驾！大王，您竟然真的在偷偷修仙？人王不修仙，此乃天道铁律。您这是要置我大商万年基业于不顾啊！各位爱卿误会了，孤没有修仙。没有修仙？那老臣与武成王为何会被震飞？武成王更是生死不知，这岂是凡人之力？孤说了，只是练了把子力气而已。太医，快救武成王！禀大王，武成王五脏六腑皆受重创。大王，请给天下一个交代。若您执意修行，老臣便是拼了这条性命，也要撞死在这寿仙宫前，以全臣节。你仔细感受一下，孤体内可有半分法力波动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法力，怎会有如此威势？老臣的3根肋骨……都说了，就是力气大了点。武成王伤势如何？回大王，武成王已无性命之忧，只是需静养百日。用最好的药，务必让武成王痊愈。问太师，这7日朝中可有要事？启禀大王，有2件事需您定夺。其一，寒山城守将急报，城中武库失窃，丢了新铸铁剑数十把，以及神威火炮1尊。神威火炮，那不是孤让军功方新制的大家伙吗？
这也能丢？守将称当夜毫无异状，武库大门完好无损，武器却不翼而飞，此事颇为蹊跷，臣已派人追查。必须查清楚。其二呢？其二便是女娲圣庙的重修事宜，大王月前下令重修，可至今尚未动工。会合孤的旨意，下面的人敢阳奉阴违？大王息怒，非使臣等怠慢，只因此事出了些意外。月前负责监工的子启大人带人前往圣山，不料山体突然崩塌，子启大人被困山下，音讯全无。被困？神呢？说来也奇，子启大人被困7日，就在我等以为无力回天之时，一只黑白配色的巨熊忽然出现，口称白皮。他只用一拳便将千钧巨石砸开一条通路，救出了子启大人。白皮一拳开山，这封神世界果然处处是惊喜。子启无碍便好，那圣山为何会无故坍塌？具体缘由尚在调查，只是子启大人回报说，那圣山似乎已经无法再建神庙了。大王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免礼，情况如何？大王，请看，这山从里面空了。我们勘察发现，山体内部被人挖出了成百上千个洞穴，如同蜂巢一般，所以才会一夕崩塌。这等手笔，非人力所能为啊！想跑，晚了。你这孽畜，为何拦我去路？俺奉法旨在此镇守，你这兔子精鬼鬼祟祟，还想往哪儿跑？人王，这挖你家山的兔子精，俺给你抓住了。长耳定光仙截教了叛徒，后来跟了西方教。准提啊准提，你这是想让我修庙时被砸死，后惹怒女娲，给我扣一个大不敬的帽子，从而开启封神大劫吧？算盘打的真响，打，给姑狠狠的打，问出是谁指使他的。来嘞！啊！别打了！我说，是呀。果然有后手，被下了禁制，看来是问不出什么了。白皮，你救了子启，乃是大功一件。不过你身上这些东西，姑看着很眼熟啊。哦，你说这些啊？俺前几天路过一个叫寒山城的地方，看他们库房里这些铁疙瘩挺好玩，就顺手拿来耍耍。顺手？你知道你这是叫偷窃吗？不，你这是抢劫！抢劫大商的军备物资，按我大商律法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俺拿你点东西怎么了？俺还救了你的人呢。一码归一码，救人之功，姑可以赏你，但这神威火炮和铁剑，你得赔钱。赔钱？钱是啥玩意儿？俺没有。这尊神威火炮价值1000金，算你1000两银子。这些铁剑凑个整，也算你1000两，总共2000两。那俺是山野精怪，哪来的银子？没钱也好办。你想干嘛？姑看你脚力不错，正好缺个坐骑，你就给姑当1000年坐骑，这2000两银子就算你还清了。放屁！俺乃是得道的大妖，岂能给你这凡人当坐骑？你这是在羞辱俺！看打！俺的牙！现在姑配了吗？人王啊，不对，大王，你那力气到底是怎么练的？俺看你身上没有半点法力波动，可那一拳简直不讲道理啊！你是不是偷偷修行了什么上古巫道炼体法门？姑说了，姑只是练了力气，倒是你身为坐骑要有坐骑的觉悟，以后
你就叫小皮子吧。小皮子，这名字也太难听了吧？没啥，小皮子就小皮子，大王您说啥就是啥。此地不错，视野开阔，灵气汇聚，正好要来修建新的女娲神庙，是于醒之嘛。完了！轩辕剑，人族圣剑轩辕剑。轩辕剑，这是太上圣人出手了。传说人王若有失德，或修行巫道，圣人便会降下此剑，斩杀人王，以正人族纲常。大王，你一定是修行巫道被圣人发现了。此子少自寻死路，竟敢修行巫道，触怒圣人。今日便是他生死道消之日。善哉善哉，人王一死，大商气运动荡，正是我西方教大兴之机。女娲师妹，太清师兄此举是否有些过分？你我是否要联手保他一命？不必，他自有计较。大王，这可是圣人手段，您再厉害，也只是凡人之躯，怎么扛得住啊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孤乃人王，何曾修行过什么巫道妖法？今日孤便要以这凡人之躯接下此剑，自证清白。需要无出手。子寿以身为当代人王，不敬天地，不祀鬼神，更思修上古巫道，违逆天数。今日吾以人教教主之名，降下圣剑，以正纲常。来得好！孤在此告知诸天圣人，人族君王不屑修仙，你们修你们的长生大道，我练我的盖世武功。事后孤若是不小心打碎哪座仙山，还望诸位勿要再以修行二字来苛责于孤。那头白皮欠你因果，可暂留身任，但切记，此物天生防主，如果使用，你好自为之。还有，我的女娲神庙速速重修，若是误了工期，休怪无将之惩罚。王兄，你可回来了，进展顺利，寒山城的重建。王兄，上次你力敌屠无血剑，那威势，当真让子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子启斗胆，想向王兄请教，如何才能练就王兄这般盖世神力？炼力之法不在一朝一夕，讲究循序渐进，持之以恒。此乃基础炼力图谱，你可照此修行。记住，贪多嚼不烂，过犹不及。每一日操练，务必量力而行。多谢王兄，子启定当谨记。
末将秦罗夫拜见大王。你便是新任寒山总兵秦罗夫？正是末将。看你这身板，这气势，倒是一员虎将。只是罗夫之名多用于柔弱女子，你这粗犷模样与此名实在不符。这是末将娘亲所取，末将也未曾多想。罢了，既然你身强体壮，又有为国立功之心，姑便为你改一单字，以后你便叫秦罗福吧。福如东海，国泰民安，岂不更好？多谢大王赐名，末将秦罗福愿为大王肝脑涂地。寒山城临近东海，扼守要冲，古语在此修路，连通南北，以顾我大商国运。罗福，你可有良策？启禀大王，寒山之地山石坚硬如铁，修路实属不易。末将曾尝试征调民夫开凿，奈何进展缓慢，耗费巨大。山势坚硬，难以劈开。王兄，此地山脉连绵，素有铁戟之称。好一个铁戟！既然无法修路，那便另辟蹊径。秦罗福，子启，听姑号令。末将在。姑欲将这寒山雕刻成一座巨型女娲摩天神像，神像建成之日，便可昭告四海，收取周边藩邦前来朝拜的费用，充实我大商国库。大王此计神来之笔，既可彰显我大商威严，又可震慑四方宵小，更能赚取金银，简直是一石三鸟。末将以为此乃万古未有之创举。大王既然要雕刻女娲神像，不如将那白皮大人也雕刻于旁，他神威凛凛，与神像相伴，定能更显我大商气运昌隆。好，你倒是个有眼力的。也好，便依你所言。武堂堂凶兽竟要沦为石像，罢了罢了。秦罗福，此事由你全权负责，调集工匠，务必精益求精。子启，你从旁协助，务必将我大商颜面展现于世人面前。末将遵命。今日之事，你倒是出尽了风头。哇，你可害苦了我！以后四海八荒都知道吾乃那女娲神像旁的石奇了。那也是你的荣幸。说起来，上次那轩辕剑一事，你是否还有什么未尽之言？哇，当日你命悬一线，通天圣人曾试图联系女娲圣人，欲请他出手助你挡下轩辕剑。哦，竟有此事？他拒绝了通天，但若你当日真有性命之忧，女娲圣人也会出手的。原来如此，那定光仙的元神被抹去了因果，又是何故？女娲圣人只说抹去了他身上的部分因果，使他元神清明，不至于被旁人操控。只是他曾提及能有此般手段，且与定光仙有过牵扯的，大概率是西方那两位圣人。西方圣人？通天，好一个通天！为区区一个定光仙，竟敢率众打上我须弥山，折我2名金仙，此仇不报，我西方颜面何存？去寒山城，在那女娲神像揭幕之日，给本座叫个天翻地覆。弟子遵命。记住，你要做的是煽动人族，让他们亲口侮辱女娲圣人，届时天降罪责，皆要算在地心此兽头上。本座要让他知道得罪我西方的下场。操练，操练！西岐虎视眈眈，朝歌暗流涌动。尔等若不勤加操练，他日如何保家卫国？侯爷，西岐长公子机考求见，已在场外观望了2个时辰了。
姬考冒昧来访，还望苏侯爷海涵。西岐大公子来我这穷乡僻壤之地，有何贵干？特为侯爷送上一份关乎冀州未来的大礼。侯爷，府内一叙如何？大公子有话，但说无妨。散医生。哦，这是禹贡九州图。侯爷好眼力，我愿以此图换侯爷一件东西。何物能与人族气运至宝相提并论？涂山白狐。侯爷，我想要恋爱苏妲己，只要侯爷点头，这九州图中的冀州祖地气运便尽归苏氏。放肆！姬考，你当我苏护是什么人？我苏氏之女，岂是你们用来交易的货物？送客。公子，苏护刚愎自用，看来此路不通。我早有预料，苏护不肯，不代表没人肯。去曹州。曹州？去找重黑虎？公子，他兄长重侯虎可是地心的头号死忠，此行恐怕……重侯虎不过一介谄媚之徒，其弟重黑虎却是有名的豪杰。他手托铁嘴神鹰，打出一门两诸侯的威名，岂会甘心屈居其兄之下？兄弟有时候比敌人更想看到对方倒下。出来吧。父亲，女儿都听到了。你……父亲为何不答应一张九州图换女儿一人，换我冀州万世基业，何乐而不为？哎，糊涂！你只看到那九州图，却没看到那姬考的狼子野心。如今的地心圣心难测，威压四海，岂是姬昌之子能撼动的？所以他才需要女儿。他不是需要你，是想利用你。他想让你入朝歌，用你的美貌去迷惑地心，去搅乱大商的朝纲，好让他趁乱救出有理的姬昌。妲己，他这是要拿你当一枚弃子，献祭给他西岐的大业呀，你明白吗？父亲，姬考所言，女儿信与不信又有什么分别？若能以我一人之身换冀州安宁，女儿心甘情愿。涂山氏的白狐面具，不过是诓骗无知之辈的伎俩。涂山乃大禹之妻祖，向来与人族气运相连。若真有心反商，何须假借他西岐之手？父亲，其实即便没有姬考，没有这九州图，女儿也想入朝歌。你说什么？因为女儿时日无多了。这祝融污血，终究还是压制不住了吗？父亲，我乃昆吾之后，身负祝融污血，血脉至阳之刚。此血脉生子则福泽延绵，生女则必遭万火焚身。女儿此生不过1年光景了。我儿是为父无能，那姬考只知你容貌倾城，却不知你身负此等劫数。他只当你是寻常美人，一枚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。父亲不必自责，此乃天命。天命？我不信命，唯有上古水神共工氏的玄冥之力，方能解你污血之结。姬考不知，天下人不知，但我知道。妲己，你回房休息，剩下的事为父已有决断。祖训天命，我苏护若连亲生女儿都护不住，要这冀州基业何用？妲己，为父便是受万民所指，万劫不复，也要为你逆天改命。
师兄，你还要坐视不理到何时？道兄，那地心已得轩辕剑，人族气运暴涨，我西方教化东传之事再添变数。此乃封神榜天道杀劫，圣人亦不可为。如今地心执掌人皇圣剑，竟隐有跳出棋盘之势，我截教弟子如何应接？这封神大劫岂非成了天大的笑话？原始道兄所言甚是，地心不修仙不入屋，却身负金仙之力，此等艺术亘古未有。若不早做压制，恐成你我心腹大患。有趣，当真有趣！跳出棋盘，方显神通。三位师弟，杀劫亦是道，变数亦是法，何必如此焦躁？且坐下，与贫道论道一番，看看这棋究竟会怎么下。那地心已寻得不伤国运便可修行的法门，如今他坐镇朝歌，人族气运加深，便是我等圣人亦无法推算其命数，诸天仙神再也无法约束于他。师尊，如此说来，封神榜岂非……封神之事乃天道大事，不可逆转。地心虽是艺术，但大势仍在。当务之急是应劫之人，黄飞虎之子黄天化，乃我阐教应劫之人，身负大气运。师尊，弟子愿往朝歌，将黄天化带回山门，悉心教导，以应天命。嘿，师弟莫急，那朝歌城如今被人皇气运笼罩，我等仙人贸然闯入，恐遭反噬啊！师兄多虑了，弟子只需收敛法力，化作凡人，悄然潜入，带走一个黄口小儿，又有何难？可，但切记不可妄动仙法，沾染红尘因果。弟子遵命。这武城王府戒备森严，凡人果然是凡人。待我找到那黄天化，施个障眼法便能带走，易如反掌。老丈在我府外徘徊1个时辰，此为何事啊？贫道只是路过，见王府气派，多看了2眼。哼，路过？我观你贼眉鼠眼，心怀不轨，分明是奸细。凡人，你敢！哎呀，师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区凡间竟让你如此狼狈。那黄飞虎，他只是个凡人，怎会有如此恐怖的杀气？若非我躲得快，恐怕真要陨落在他枪下。幸好我没去，这朝歌的水比想象的要深得多，地心之下，凡人亦可逆仙。哼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传我法旨，尔等皆可下山，收敛法力，以凡人之身行走天下，伺机布局，不得有误。这种被窥视的感觉，是你我的招妖分及妖族的视野最探查过的虚实吗？这便是稀土，云气稀薄，地风水火紊乱不堪，比之朝歌，简直是荒蛮之地。大王说过，此地被西方教以大法力封锁，人道气运几乎断绝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点燃第一把火。小心，大王的嘱咐你忘了？自然记得。若遇不可敌之变故，便自爆元神，绝不让西方教探得大王虚实。你看那些人
明明是人族，身上却没有丝毫文气，如同圈养的牲畜。哼，西方教的手段，愚民而已。禁绝文字，断绝传承，人族便永无反抗之可能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别怕，我问你，你想识字吗？想拥有力量，不再挨饿，不再被人当成蝼蚁一样踩在脚下吗？神会惩罚的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人也可以反抗神呢？这5本功法，你选一本，我教你。记住，力量是自己的，不是神赐予的。人亦可杀神。我不识字。不识字，我便一句一句教你。只要你想学，我就倾囊相授。神族生来就该是天地的主角，岂能任由满天神佛摆布？虎成王何时启奏？启禀大王，末将幼子黄天化近日被一自称虚情道德真君的道人看中，欲收为徒弟，带往清风山紫阳洞修行。阐教的人终于按耐不住了。那道人仙风道骨，恐有大法力，末将不知如何是好。无妨，让他去。大王，让他拜师，让他学阐教的无上妙法，用阐教的灵丹妙药淬炼筋骨，待他学成武艺，再将那紫阳洞府的法宝仙丹通通打包带走，回归我大商，为孤效力。阐教的便宜不占白不占。大王深谋远虑，末将佩服。启禀大王，陈奉命招抚东海，然东海龙王敖广狂悖无礼，严称四海龙族只尊天地，不归人王管辖，拒绝归附。很好，既然他不尊人王，那这东海他也不必留了。大王万万不可！东海龙族执掌行云不语，若贸然开战，谁说过要开战了？传旨，商容从司神间调取所有精通土遁之术的守护灵，再有杜元显带领10万流民，即刻前往东海之滨9湾河入海口。大王，这是要填海造田，再给孤在海边立上一道横幅，上书金木行微木，将以填沧海。孤要让四海看看人王之家何为沧海桑田。区区凡人也敢动我东海根基，地心小儿欺龙太甚！该死！若此浪拍下，这滔天业力足以让我万劫不复。地心，此仇我东海记下了。妲己乃我亲女，你们竟要她以污血为引，行此逆天之事！苏侯，这是共工大人的命令。你苏氏一脉身负巫族血脉，享受了1000年的尊荣，现在是你们回报的时候了。父亲，不要答应他。看来苏侯是想看着爱女死在面前了。我烦。这真是人力所能为。可惜了，没那个白旗将军也雕个大的。子启公子，这神像真是奇迹。此马是乡亲们送我的，我给它取名叫赤兔，它跑起来像一道红色闪电。好马！诸位爱卿，饭食已备好，请用膳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吵。
启禀大王，寒山女娲神像已于今日完工。好，比估预想快了2个月。知道了，传令今天间，择吉日准备迎女娲圣人神像归位。哼，这地心倒是有趣，不拜三清，不敬昊天，却独独为女娲立神像，这是想将女娲娘娘拉到她殷商的战车上啊！传我法旨，命广成子、赤精子太乙真人12金仙即刻下凡，各寻机缘。地心欲拉拢女娲，我便偏要让他们反目成仇。封神大捷当从朝歌起。3000铁骑随行，100官相伴，这盛年却走得比老牛还慢。姑等不及了。大王先行一步了，快跟上！这圣驾呢？大王人呢？伯夷太师，别提了，大王嫌盛年太慢，自己一个人先去神像那里了。一个人？我等追了半天，连大王的椅子都没摸到。快，我们速速赶往神像处，万不可让大王久等。大王，我的雕像就这么点儿大，他们欺负熊，吵死了！清静了。传姑旨意，祭祀娲皇，迎圣人神像，归位朝歌。起！大王神威！大王神威！人王托举圣人像，人间气运汇聚，封神之兆依然显现。人间气运缠绕过重，反成拖累。轩辕剑，来！闪！地心无道，祸乱朝纲，不配为人王。今日吾以人族至宝空同意，废尔神王之位。废物！原始老儿，行你也配。地心，你逆天而行，搅动天机。女娲若受此气运，因果缠身，必引天道降下无边灾祸，让人族万劫不复。是阐教的原始圣人，他竟动用了人族至宝空同印。人王此举确实是动了圣人道统的根基，这下怕是难逃一劫了。原始老儿，孤敬女娲娘娘造化之功，为人族圣母，何错之有？原始，你过界了。女娲，你敢阻我？你那殿中为何会有人道法则之力？吾乃人族圣母，执掌人道法则，有何不可？至于为何，你不配知道。姐姐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般好脾气，总让人欺负到头上才肯还手。打打杀杀，非我所喜。若非原始触及底线，我亦不愿出手。女娲师姐竟为那人王出手，我东方之事愈发复杂了。天马，你化作长耳定光仙之貌，去那寒山走一趟。师尊有何法旨？使你欢喜道法，污了那神像汇聚的人道气运。既然女娲师姐想要，那便送她一份大礼。弟子遵命。
圣母，这不是我的！亵渎神明！我要亵渎神明！好你个孽畜，竟敢冒充你家道爷我！看我，美人儿，来让道爷亲一个。尔等还不醒来！人王受死！啊！怎么可能？欢喜妙法竟被他一声怒吼所破，此子究竟是何怪物？此穴变为寒山穴。叛教求荣，误我大事，更以众生为刍狗，长儿，你可知错？师尊饶命，弟子只是想为自己求一条生路啊！求生只可求己，不可损众生而利自身。你不配为我截教仙。师尊，弟子知错了。怪在，吾方才心血来潮，感应到人间有大变，欲以太极图镇压之。可方才寒山方向一道权意冲天，却忘了究竟要镇压何人。昏君无道，宠信奸佞，逼我爱女以致神人共愤。我冀州苏护今日在此立誓，冀州永不超生。兄长，我们是舍去我为出，此地早已不是大生疆域。去海外要福之地，为何父亲他？父亲为救你性命，已答应了共工师的条件。他以死建军，焚女娲神像，为的就是吸引朝歌所有的注意。从此大商再无我兄妹二人的容身之地呀！以死建军，共工师，他们到底要父亲做什么？父亲要燃尽自身，昆武巫血，操控人间火种，断绝人王与火云洞三皇的最后一丝联系。昆武是巫血早已熄破，燃烧巫血，这与自焚何异？父亲，兄妹二人不必惊慌。你是何人？我名共工，欢迎二位来到真正的洪荒。人王，推倒神像，以正视听啊！苏护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竟敢忤逆人王，此等行径与谋反何异？速速收手，莫要自误！哼，谋反！我苏护乃昆吾氏后裔，掌火正建军之责。此火正是焚尽误国神像之火。昆吾氏竟是巫族一脉！怎会如此？他只是凡人，凡躯岂能阻巫火？吾以巫血燃尽此身，只为苍生寻一线生机。糟了，火势要蔓延了！昆吾氏后裔，初融巫血，难怪能操控人间之火。白皮前往冀州诛杀叛逆。遵命，人王。人王，犯上之
只为救吾女妲己。本无事因四鬼屠戮巫血族人，世代藏匿，不敢泄露。公公是许诺救妲己，不过是区一个女儿，你只需将其送入朝歌，何必行此极端之事？妲己，我的妲己，判你当诛。苏护魂魄入太古地狱，判永久监禁，化作活鬼，游荡稀土，永世不得与妲己相见。将魂魄囚于太古地狱，化为活鬼，永世不得相见。人王，你这手段比我地府还要绝情几分。不过你既已斩断人族与天庭的香火联系，不知可有兴趣来我这地府走一遭？女娲娘娘，孤已为你重塑金身，斩断天庭香火，这份诚意你可收到了？恭迎圣母娘娘，圣母娘娘圣寿无疆。吾造化人族，然未行教化之功，却窃居人族气运无数载，非圣人所为。今日这所有人道气运尽数归还人间。女娲，此乃你兄长伏羲的正道之基，你舍得？道祖，这便是我给他的表示。娘娘大气，